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的影片主题是电智跟万次郎的数据分析比较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来比较一下电智跟万次郎的基础数据。那电智在攻击力的部分是 5.1 万，比万次郎的3万多出几乎是快1倍的数据。那体力46万也是比万次郎多了差不多 50%， 所以在数据的方面是算把万次郎压在地上打的。也因此，它的矿物量是很高啦，到2040，跟万次郎1500相比，就多了500的矿物量。这也就表示装备的捡矿会在电智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装备不够好的话，那可能会用起来会很难过。站位的部分，两者其实都蛮短的，相差20点而已。但万次郎还是稍微短一点。那在卡位的部分会比电智来得好一些。不过现在坦克的卡位其实已经不是到很重要了，毕竟现在 PVP 环境当中，坦克几乎是很少人在用，或者是用的数量也是不多。能力的部分，电智跟万次郎都是合作角色，所以第一能力都是小队。不过第二能力就比较不一样了，电智是选边站的增加矿物2，而万次郎则是方便堆宠的复制分身加，各有所强势的地方。那这部分就不多做比较。再来比较一下万次郎跟电智的技能。那首先要来比较一下长形突破的技能，两者的技能效果几乎是一样的，但电智的技能范围比万次郎还要多出150点，而且冷却也是万次郎的一半。所以如果要论强行突破的强度，我认为电智的强行突破会比较强一些，毕竟它在冷却4秒后就可以再触发一次，所以也就比万次郎还要能跳。那在效果的部分，唯一的差异只有击退敌军跟聚集敌军这两个差异。那这两者的效果，我认为其实差异不大，毕竟这不是他们技能的重点，他们技能的重点还是放在强行突破就可以了。再来比较一下二技能，那二技能两只角色都是辅助技能，那在技能范围其实都没有差异很大，冷却只差1秒，这个就不多比较。那技能效果的差异也只有一个效果不一样而已。两者角色都可以提高体力，那电智是无敌，万次郎则是回血。那其实看起来是差不多的啦，毕竟现在打手的技能大部分都可以解无敌，不然就是一击必杀。那如果要抗衡普攻的话，其实回复体力也是可以抗衡，无敌也是可以抗衡，所以整体的差异并不算太大。再来要比较一下两只角色的9星能力，那可以看到他们有个共通点，就是都可以有毅力。那如果要在 PVP 使用的话，我应该是会最推荐是毅力啊，两只角色都会是推荐毅力。那电智的9星能力其实整体来说都不差，如果没有洗到毅力，复活也是可以堪用的能力。那抵抗暴风雪是最不推荐的，毕竟坦克还是用抵抗大雷雨会比较好一些，抵抗暴风雪还是比较适合给后排。那万次郎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是，它的同归于尽2是用于工会战。那在工会战同归于尽2是蛮不错的，毕竟它是几乎就是表示可以1换1的意思。用在首发的话，可以开场有机会就直接带走对手的一只打手，对于工会战来说也是蛮有益处的。最后来看一下总结与评比。那电智虽然整体来说是比万次郎还要强上一些，不过我给电智的评价目前暂时会落在 S。主要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PVP 环境中坦克还是不被玩家看好，毕竟很容易当炮台的部分的问题是还没有被解决的。所以电智如果未来在环境中有所变化，电智的评价肯定还是有机会上到 S 加或者是 S 加加。那这个东西在未来还是可以做调整的，所以不用太紧张。那电智跟万次郎相比之下，它的数据是优异许多，然后能力有真矿2是选边站的，这也就表示未来电智是有出场的机会，只要是选边站都还是有机会复活的，所以有抽到的玩家是不用太担心。强行突破冷却短，这个也是跟万次郎相比之下也很大的优势，而且这个月又是一个大更新的月份，万次郎是相比之下就算是一个旧角色，他没办法获得才能这个新的系统。这也是电智在赢万次郎的部分。不过万次郎它的优点就是它自带复制分增加，而且9星能力同归于尽，很适合工会战。所以整体来说，如果要用在工会战上面，万次郎仍然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你觉得电智跟万次郎你会更想用哪一只角色呢？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。